托梦第14章半块玉石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大部分发达地区的人领地意识格外强烈。我觉得这样很好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，不受打扰。另一方面，他们也不会轻易踏足别人的那一小块领地。或许这也就是他们从外表看起来冷漠的原因。久而久之，有些人就会越发显得孤傲，甚至孤僻。我当时的想法是，有人摔倒且伤得不轻，如果我不立即去帮助，他很有可能会因此受到无法挽回的伤害。我正打量着要不要踹开那扇门的时候，仆人正好赶到，并伸手制止了我。他站在2楼唯一的一扇房门前，轻声地敲着，嘴里喊着一个人的名字。我打量着四周，就如马里欧所说，这木屋确实是栋很豪华的客房。我住在1楼最东边的那一间，也是5套客房中窗户最多的一间。但是2楼就只有3个房间，其中2间是开间，排放着一些医疗器械和用具等，其中就包括我房间的监护仪。剩下的一间房门紧闭，猜也猜得到仆人口中叫的正是赫曼哥哥的名字，杰森。约莫2分钟，里面仍然没有回应。我在一旁做了个钥匙开门的手势，仆人摇摇头，我以为他没有钥匙。但1分钟后，他也急了起来，微秃的额头冒出了汗，这才掏出一串钥匙，迅速地打开房门。房间里十分昏暗，只有床头灯发出微弱的光线，看不清里面的布局，却能闻到很浓郁的烟草味，还混合着某种空气清新剂的气味。黑暗中，仆人一个箭步从我身边飞奔出去，我却暂时性的失去方向。正打算往前走的时候，突然脚掌一使劲儿，踩到了一个坚硬的物体。我弯下腰，从鞋底摸出了一个鸽子蛋大小、半球形的小石头。我好奇地捏着这个石头，慢慢地靠近床头灯，想要看个仔细，却发现它好像在黑暗中弱弱地释放着湖绿色的荧光。就在这时，房间的灯被打开，双眼立时被刺得胀痛。我用捏住石头的手背揉了揉眼睛，却不料被揉得模糊一片，好半天都恢复不过来，只好借着另一只眼勉强走到仆人的身后。见他背对着我，吃力地扶着杰森，想要把他弄到床上去，我只好腾出双手和他一起将杰森抬起。不得不承认，眼前的这个老者因为全身浮肿，看上去要比他弟弟胖一些。赫曼虽然头发全白，但面部仍然透着年轻的光彩。可杰森已然是一只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，将要燃尽的蜡烛。不出所料，这间屋子的确是为杰森特殊设计的。它有一套精密的监测系统，不论是温湿度、气压，还是病人的呼吸、心率、血压，只要发生细微的变化，就会被感测到。中央处理器就会去调整每一个对应的变化，甚至会在危险时刻打开监控设备。所以赫曼不论身处何地，都会在第一时间收到处理器的消息。杰森的呼吸很微弱，可仆人却示意我先出去。就在我刚退到房门的时候，便听到楼下传来几个人急促的上楼声。赫曼走在最前面，后面除了马里欧，还有一男一女2位医生着装的人。从身上散发出的凉气，可以判断他们刚从外面回来。我一个人坐在餐厅发愣，身边的仆人好像不怎么爱说话，也许是对我有成见，总是背对着我做事情。不过
我也没心思和他交谈。说实话，这段时间的经历好似填鸭一般，信息量实在太多，冥冥之中我总感觉哪个地方似乎还有些疑点，却根本联系不起来。好容易有个自我清醒且安静的空间，我不得不好好整理一番思绪。墙角处找到了可以供我手机充电的装置，我把它放在那里，开始独自思考着问题。从一开始灵手人失踪，到我看到那个树洞在流水，再到杨警官眼神中的有所保留，这些镜头飞速地闪过，却始终连不成一幅完整的画面。对了，还有这个谜一样的赫曼医生，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为什么会帮我们？我总感觉他的心里一定还有什么没告诉我，也可以说是我的无端猜想，但我不这么认为，因为我自己清楚，这是我2年来逐渐获得的一种日益强烈的第六感。我可以在说话时看着别人的眼睛，而感受到对方的一些想法。不知不觉中，我的手里正把玩着一个深绿色的玉石，从外形上看，它更像是被敲成2半的其中一块，半侧光滑圆润，另半侧则有裂开的迹象，但棱角已经变得模糊。我凑近眼前端详，它的色彩有种让人眩晕的饱和感，以致我的视线又是一阵模糊，只好将它放在餐桌上端详。在灯光的照射下，玉石更显得翠绿迷人，尤其是光滑的那一面，不断散发出只有金属才有的质感。猛然间，我发现它好像在呼吸，那一团绿色竟在流动，带着我的双目也开始旋转了起来。我使劲地眨着眼睛，可是越发显得模糊，一阵头晕目眩，直犯恶心，只好将它推到桌子的远端，不再看它。毕竟这东西不属于我。怎么会在这里？赫曼惊声道。我也大吃一惊，印象中的赫曼从没如此失态过。这个啊，我指着玉石道，这是我在杰森房间的地上捡到的，但是还没来得及还给他。没等我说完，赫曼泄了气般坐到对面的椅子上，叹了一口气道，恐怕不用了。我缩了缩手，一时没明白他的意思，但片刻之后才明白了这个老人为何如此恍惚失态的原因。原来杰森的器官已经衰竭，近个把月来，致病细胞渐渐扩散到了全身。赫曼1个月几乎没出过门，今天下午也只是匆匆出去办了点事儿，没想到杰森却陷入了昏迷，医生估计也就剩下2天时间了。赫曼的眼眶发红，看着那块玉石却不开口。在酝酿了许久之后，赫曼打算道出一个关于这块玉石与他父亲和杰森的往事，也直到最后我们才发现，这颗小小的石头不仅仅影响了他们一家，还有更多的人也在其中，这里面包括齐浩洋。或许是巧合，正当赫曼要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的手机突然发出了极其刺耳的铃声，我竟被这声音吓得一震，宛如噩梦惊醒。然而电话那头却是吴医生惊慌失措的嗓音。吴医生道，浩洋失踪了。